被诊断出间歇性失忆的第3年，我偶然听见丈夫卢西恩·鲁克与朋友的谈话。卢克，安妮莱斯每几个月失忆一次，你每次都让我们冒充你陪她生活，就不怕哪天有人假戏真做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卢西恩晃着酒杯笑得恣意。安妮性格冷淡，只要你们不主动引诱，她根本不会有那种念头。但现在把话说清楚，演戏可以，谁都不准碰她。等我玩够了，终究要回家找她的。3年来，每次我记忆清零时，牵我的手，拥抱我，甚至同床共枕的，从来不是卢西恩。3年里，我失忆9次，9个男人扮演过我的丈夫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的病2年前就痊愈了。第1章，第9任丈夫。回家时，我正窝在沙发里走神，轻快的男声打断我的思绪：“安妮，我回来了。”我偏头望向玄关处的男人：“你是谁？”我蹙眉佯装困惑：“是我丈夫吗？”可我好像记得，我丈夫叫卢西恩·鲁克。男人僵了一瞬，随即慌张摆手：“不，我是你丈夫的朋友。安妮莱斯，别担心，我这就打电话叫他回来。”说着，他掏出手机，疾步走向阳台。卢克，安妮莱斯又失忆了，这次轮到谁当值？赶紧来跟我换班！我贴窗偷听，听筒里传来七嘴八舌的推拒。安妮莱斯太粘人了，24小时贴身照顾，根本吃不消。是啊，虽然她漂亮又贤惠，但控制欲强的吓人。这种女人，哪个男人不想偷腥？卢克，你自己回去不行吗？不行。卢西恩慵懒的嗓音混着酒气传来，我还没玩尽兴。你们谁替我顶上？这点小忙都不肯帮，还算什么兄弟？推诿声中，一道清越男声响起，我去。我听出说话的是塞斯·卡普兰，圈子里出名的高岭之花。据传他30年母胎单身，当初卢西恩找人冒充丈夫时，他是最先反对的。此刻为何主动掺和这荒唐事？半小时后，门锁轻响，塞斯逆光而立，轮廓被光影勾勒得挺拔。安妮，我回来了。他声线清冽如泉，却带着磁性的尾音。我起身凝视这张俊美的脸，你是我丈夫卢西恩·鲁克？是。塞斯眼唇轻咳，抱歉，加班来晚了。话音刚落，他手机响起。塞斯比了个歉意的手势，走向阳台。听筒里露出卢西恩漫不经心的叮嘱：对了，最多牵个手抱一下，别真碰他。毕竟是我名义上的妻子。知道。塞斯低声应道。3年来，所有冒充者都恪守这条界限。这个家没有婚纱照，没有男士生活痕迹，他们吃定身为孤儿的我社交圈狭窄，失忆后根本无从查证。我也继续配合演出，唯独这次，我想撕破这场闹剧。我上前环住塞斯的腰，老公，虽然忘了过去，但见到你就有种特别的亲近感。你肯定是我丈夫，对不对？掌心顺势抚过他壁垒分明的腹肌。塞斯浑身僵硬，慌乱地想推开我。怎么了？我仰头装出无辜表情，因为我失忆，你就不喜欢我了吗？不是。塞斯眼神飘忽，喉结滚动，喜欢你。我指尖划过他衬衫纽扣，轻按胸肌。今天好冷，我们到被窝里取暖好不好？塞斯吞咽了一下，好。那夜，我们心照不宣的沉默，任由动作淹没理智。第2章。次日，塞斯带我去酒吧，美其名曰重新认识朋友。推开包厢门，卢西恩正搂着女人吻得难舍难分。塞斯轻咳打断他们。卢西恩见到我们一愣，缓缓起身。你好，我是卢西恩的挚友塞斯·卡普兰。他伸手自我介绍，这是我女友霍利·桑德斯。哦。我点头却未握手。霍利我自然认得，卢西恩的初恋。当年因家族反对分手，趁我失忆旧情复燃。这3年，卢西恩不愿回家，多半是为了他。包厢里还有不少曾冒充过我丈夫的人，此刻皆若无其事的起哄。安妮莱斯又失忆了。卢西恩这样的好男人可要珍惜啊。是啊，每次失忆都不离不弃。我扯扯嘴角，懒得回应。
赛斯揽我入座时，我插了块水果递到他唇边，老公多吃点。昏暗光线下，我看见卢西恩死死盯着我们。我咬住赛斯耳垂低语，昨晚好凶，现在腰还酸呢。赛斯表情一僵，暗中掐我手心，别闹。卢西恩捏紧酒杯，脸色阴沉。霍利见状冷笑，安妮真厉害，连我们圈子里最难搞的高岭之花都被你拿捏了。众人生怕露馅，连忙打圆场，这说明小两口感情深嘛。就是，失忆也挡不住缘分。余光里卢西恩仰头灌酒，下颌线绷得死紧。我心底泛起隐秘的快意。起身去洗手间时，霍利不小心将红酒泼在我裙上，手滑了。我反手一记耳光扇过去，真巧，我也手滑。安妮莱斯，坎特雷尔。卢西恩厉声走来，霍利立刻扑进他怀里啜泣，老公，我不小心弄脏安妮裙子，他就动手，现在头好晕。卢西恩面色铁青，道歉。我嗤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安妮莱斯。他眼中闪过狠厉，失忆就能无法无天？关你什么事？转身要走，他突然踹向我膝哦。我踉跄跪地时，听见他冰冷的声音，别仗着失忆为所欲为。给霍利道歉。望着这张曾发誓永不负我的脸，我只觉荒唐可笑。作为孤儿，卢西恩曾是我在这座城市唯一的浮木。大学相恋10年，他求婚时说过会永远保护我。如今不仅出轨，还为小三对我动手，那些誓言都成了残忍的笑话。混乱中，赛斯的声音破空而来，别碰他。我忍痛起身，甩了卢西恩一巴掌，躲进赛斯怀里告状，老公你朋友欺负我。赛斯眼底淬着寒冰，警告般逆向卢西恩，别动安妮。卢西恩牙关紧咬，霍利忽然嗤笑，装什么？一个破鞋，一个捡破烂的。闭嘴！卢西恩与赛斯异口同声。第3章，霍利，安妮有错，但你不该这么说。卢西恩冷声道。赛斯皱眉逆向他，目光冰锥般刺人，别再让我听到你侮辱安妮。说罢搂着我离开。刚进家门，我就环住赛斯的腰，指尖划过腹肌，老公刚才好帅。他耳根泛红，轻咳道，我解他皮带扣，天冷，做点运动暖和下。太早了。谁规定必须晚上才能做？我吻他喉结，声音黏的拉丝，我忘了亲密的事，老公帮我回忆好不好？赛斯吞咽一下，嗓音发哑，别闹。我直接扑倒他。沙发陷落时，他挣扎几秒便反客为主。从傍晚到深夜，赛斯像不知厌足的饿狼。我累得昏沉时，听见他哑声问，安妮，你真失忆了吗？我张了张嘴，最终沉默。重要吗？我更想问他，当初最反对演戏的人，为何主动跳进这漩涡？第4章。次日，赛斯带我去医院复查神经科，竟在门诊大厅撞见卢西恩和霍利。霍利摸着肚子炫耀，我怀孕了，来做产检。你们呢？赛斯冷眼扫过，陪安妮复查。卢西恩沉默地盯着我们交握的手，忽然瞥见我颈间红痕，你脖子怎么回事？声音间的变调。我故作羞赧看赛斯，这要问我老公。卢西恩弯向赛斯的目光带着威胁。我借机抽身，要做 CT 扫描，你们聊。离开后，霍利也进了 B 超室。寂静走廊里，卢西恩冷声质问，你碰他了？赛斯点燃烟，在雾气中含糊道，没有。那痕迹哪来的？蚊子咬的吧？卢西恩眉头紧皱。赛斯吐着烟圈嗤笑，况且碰了又如何？你又不打算回头，不如离婚。卢西恩激动起来，不可能。我和安妮这么多年感情，只是霍利怀孕了，我现在不能抛下她。哦，赛斯讥讽勾唇，想两头站着。真卑鄙。卢西恩沉默片刻，语气犹疑，赛斯，等安妮下次失忆，我们换回来，到时候再说。不确定的答案让卢西恩焦躁，他死死盯住赛斯，我觉得你们不对劲，发誓你不会碰他。赛斯掐灭烟蒂，正要开口，我拿着 CT 报告出现，
老公，好消息！医生说我已经痊愈，不会再失忆了。卢西恩脸色骤变，怎么可能？赛斯却眼梢带笑，太好了，老婆，回家庆祝。我牵起赛斯要走，卢西恩猛地抓住我，安妮，等等。其实我不耐烦地打断，卡普兰先生，你只是我丈夫的朋友，没资格对我拉拉扯扯。甩开他手时，我瞥见他眼中翻涌的恐慌。第5章，房门合拢的瞬间，赛斯将我抵在门板上，热烈亲吻，滚烫的唇瓣游移至耳际，他哑声呢喃：“安妮，我们永远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”黑暗中，我轻声应允：“好。”这句话点燃了燎原火。他像不知疲倦的困兽，在昏昧中一遍遍确认我的存在。意乱情迷时，顶灯骤亮，卢西恩站在门口，拳头捏得清白，眼中裹着滔天怒浪。